各位爱编织的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卡皮巴拉，永远一副睡不醒又面无表情的水豚，可能永远也不懂为什么悠闲淡定的在泡澡也会让人类所迷恋呢？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只憨态可掬的水豚，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4股牛奶棉，另外准备了填充棉。工具上使用 2.5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、剪刀、镊子以及定位用的大头针。成品的完成尺寸宽 9.5 公分，高大概11公分。首先从主体开始，使用咖啡色环形起针，左手绕线之后，钩针从圈中带出线来。先钩织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第一圈7个短针，钩针插入环中，由上而下带出线来，钩织10字短针。建议新手朋友在第一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个针目，也避免它跟起立针混淆。这里是这一圈结束时要引拔的地方，让头尾相连。接着钩织剩下的6个短针。第一圈7个短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在第一个短针上，也就是做记号扣的地方引拔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可以将最后的这个引拔针收紧一点，以避免它跟左右两旁的针目混淆。第二圈同样一个锁针作为起立，这个锁针不算在针目数里。接着在每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的加针，第一个针目会与上一圈最后的引拔位置是同一个洞眼。在这一圈，我们在每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的加针，也就是同一个针目钩织2个短针。这是这一圈的第一个针目，我同样放上记号扣。接着同个针目里再增加1针，这样就完成一个短针的加针了。剩下的6个针目也都钩织短针的加针。第二圈增加了7针，一共完成14个短针。第二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若新手朋友有在第一个短针上做记号扣，那么就不容易与起立针混淆，而引拔在错的位置。引拔完之后，也是将这个引拔针收紧，同样避免它跟两旁的针目混淆，同时也减少引拔的痕迹。第3圈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第一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，而第二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的加针。这样是一次中括号的内容。中括号的内容总共钩织7次，如此每隔1针加1针，这一圈同样增加7个针目，完成21个短针。第1到3圈是它的鼻子，第3圈结束，
我们准备为下一圈换色，先将钩针插入第一个短针，接着以浅棕色在第一个短针上做引拔，完成换色。换色之后，可以将这些线头拉紧，避免脱落。第4圈之后，以浅棕色钩织，同样一个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每个针目一个短针，在一开始的3到4针，我们可以将这些线头一并包着钩织。将线头放在钩针上，包着这些线头一并钩织几针之后，再将上一个颜色做修剪。之后我们就以浅棕色钩织。第4圈结束，同样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接着我们可以按照之后的文字解往后勾身体，因为身体不是规则的圆形，我们会在每一圈的不同位置进行加针，使它的身形会有凹凸不同的呈现，而每一圈也都是一个锁针作为起立，结尾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第10圈到第12圈会集中在每一圈的头尾进行加针，这里会形成它的脖子，而由于这边的加针数比较多，所以它的针目相对比较密集，注意不要漏钩了针目。而第13圈到第16圈每个针目一个短针，接着第17圈先连续钩织20个短针，接着一个短针的减针。我的减针方式是连续挑起2个针目的前半针，再合并钩织一个短针，这样就减去1针。接着连续4个短针，又一次短针的减针，之后又连续20个短针，这一圈减去2个针目，完成46个短针。掌握了减针的技巧，接下来的第18圈到第24圈，我们就按照文字解进行钩织，减针的位置会是它的头顶，而第25圈之后会是它的臀部，这里会进行有规律的减针，让它的臀部成为圆形。而大约在第32圈的时候，也就是织物完全收口之前，先填入填充棉，并且利用钩针整理出它的形状，再钩织接下来的圈数，将它完全收口。我们可以利用左手的中指压住这些填充棉，再进行后续的钩织，以避免钩织时带到填充棉，而将它勾了出来。第33圈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之后，钩织结束。接着就可以断线，留大概10公分的长线做收口。我们可以利用缝针将结尾时的线头一一穿过最后一圈的前半针，接着拉紧线头，将结尾的开口完全收起来，并且藏好线头。接着我们钩织它的前脚，以咖啡色环形起针，第1圈到第3圈钩织6个短针，而如同之前，每一圈的一开始都是一个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，结尾也都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而因为针数比较少，所以在钩织完第1圈到第2圈之后，这个织片会凹向我们，此时我们可以将它翻回来，再继续钩织。
前脚的部分，我们以咖啡色钩织完第1圈到第3圈之后，在第3圈结尾的引拔时，换成浅棕色的线，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，将头尾相连，同时完成换色。换色之后，钩织第4圈到第5圈，也是6个短针，一样将这些线头包着钩织1到2针之后，再做修剪。而第6圈只要钩织3个短针之后，就可以引拔断线。第6圈3个短针结束，引拔断线，留15公分的长线做缝合，将前脚填入填充棉，使它之后可以支撑身体，并且钩织2个这样的前脚。接着以咖啡色钩织2只后脚，同样是环形起针，1到3圈钩织6个短针，而第4圈一样3个短针之后就可以引拔断线，同样留15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耳朵的部分以咖啡色环形起针之后钩织4个短针，在收紧线圈之后就可以引拔断线，留1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我们以缝针将结束的这个线头穿进第1个短针，使这个耳朵像这样对折。我们以相同的方式钩织2个耳朵，最后是缝合。我们将用引拔痕迹的地方作为水豚的腹部，将前脚第6圈的那一端朝向鼻子，接着将前脚对称的缝合在腹部第14圈到第16圈的位置，2只脚距离大概2个针目。所有的缝合结束时都打个结并藏好线头，再做修剪。而后脚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先利用大头针决定缝合的位置，而后脚的第4圈朝向身体的尾端，2只后脚的距离大概6个针目，使它可以对称着前脚，并且缝合在主体第23圈到第25圈的位置。4只缝合完之后，最好可以像这样立起来。接着我们仍然以大头针先决定耳朵的缝合位置，注意从正面看，耳朵是要对称的，将耳朵凹进去的那一面朝向鼻子，将耳朵缝合在第13圈到第14圈之间，2只耳朵的距离大概5个针目。接着仍然以大头针决定眼睛的位置，再用黑线为它绣上表情，在第1圈到第3圈咖啡色的范围绣上嘴巴。而在第9圈绣上眼睛。最后你可以为它钩织1个小橘子，环形起针之后钩织8个短针，接着按文字解钩织，钩织结束时留10公分的线头为它收口，并填入填充棉。橘子的叶子以绿色锁边起针，第1行起3个锁针，第2行返回，从第2个针目开始连续2个引拔针，接着就可以引拔断线，将它固定在橘子上。再将它缝合在水豚的头顶，这样这个憨态可掬的卡皮巴拉就完成啦。让它陪你魔性的摇摆吧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哦，拜拜。